乌克兰再现单兵神话，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这支影片吗？讲述一个建筑工人成为打破世界狙击纪录的传奇狙击手。而今天这位更是重量级，同样是普通人入伍，他一人就扛起了整条防线，最后获得了乌克兰最高荣誉勋章。一个战前只会修车、盖房子的普通平民，在遍布无人机、滑翔炸弹和热显像设备的前沿阵地里，连续驻守了346天。期间，他所在的战壕还遭遇过一次近距离突袭。面对9名俄军，最后活下去的是他。一个人死守一条关键战线将近1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会觉得能够独守战壕1年，多次打退俄罗斯进攻的单兵神话，肯定有特种部队背景。但这位战场传奇叫谢尔盖，是乌克兰的普通士兵，甚至在战前只是一名修车师傅和建筑工人。在老兵都撑不过1个星期的炮火里，为什么他不仅能扛住俄罗斯的报复，甚至还能反击？其实在刚上前线时，他差点死在自己挖的坑里。几百公斤的滑翔炸弹在附近爆炸，土壤发生剧烈震荡，战壕直接塌方，多数人不是被炸死，而是被泥土活埋。很快谢尔盖意识到，如果想在残酷的战场存活，首先重要的不是枪法，而是工程。一旦战壕发生坍塌，挖得越深不一定越安全，只是埋得更完整。谢尔盖没学过军事工事，但别忘了他在俄罗斯入侵前是一名工人，他会盖房子。他开始观察土层受力，把能找到的废弃木板和钢筋拖回来，在掩体内部做最基础的支撑结构。后来几轮炮击下来，周围不少临时掩体出现坍塌，而他提前加固的位置撑住了。那之后他对战场的理解第一次发生变化，这里不是谁火力更猛，而是谁能解决最先出现的问题，如何活下去。经常上战场的观众都知道，现代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训练中苦练几个月几年的枪法，到了战场上说不定还没露头就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飞弹炸了。所以在战场上要先解决活下来的问题。当谢尔盖活过了轰炸，武器又出现了问题。一天夜里，俄军进行了突击行动，谢尔盖听见脚步，本能举枪扣下扳机，但没有响。机枪被低温、泥浆和残留油脂卡死了。那一晚，他靠侧翼火力掩护撤回掩体，人虽然活下来了，但他意识到枪械可靠性的重要。从那以后，他开始按修发动机的习惯来维护步枪，哪些位置必须干燥，哪些地方不能残留多余润滑，哪些零件必须高频检查。这些在修车时形成的习惯被他一点点搬到了战壕里。后来在遭遇交火时，他不一定射得最准，但至少枪会响。而在前线待久之后，他开始注意到另一个规律，每次交火结束，天上总会出现无人机，过几分钟炮火就会沿着刚才的交战区域砸下来。一开始他以为是运气不好，直到一天凌晨，他看见战壕外散落的阵亡者，突然意识到这些痕迹本身就是讯息。对于无人机操作员来说，他们不一定要先发现隐藏的人，只需要找到哪里发生过交火，哪里就值得继续观察。于是谢尔盖开始做一件很费力的事，炮火停歇后，他会把阵地周围明显的痕迹尽量处理掉，遗体、脚印异常堆积，裸露位置。这不意味着消失，也骗不过所有侦察设备，但至少能增加搜索成本。在大量画面需要处理的时候，减少一个明显特征，有时候就可能换来几小时喘息时间。但谢尔盖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他迎来了最危险的一次袭击，是9名俄罗斯精锐士兵跳入谢尔盖的战壕。当他发现时，距离不到10米，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复杂战术，只有谁先失误。第一时间，谢尔盖选择开火，前2个人倒下。俄方士兵没有继续推进，因为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就在犹豫的这短短10几秒，俄军的节奏乱了。谢尔盖没有继续对射，他缩回自己最熟悉的位置，通过无线电报出坐标。随后，附近战壕的友军开始靠拢，最终全歼俄军这支小队。整整346天，击毙23人，俘虏6人，躲过了塌方、甲壳、无人机凝视和绝命近战。在这场被称为现代凡尔登的绞肉机中，谢尔盖这个修车师傅交出了一份堪称奇迹的单兵答卷。那场遭遇战之后，谢尔盖本以为日子还会像过去1年那样修墙、擦枪、蹲在泥坑里，基辅的指挥部却察觉到他的珍贵，军方高层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一纸调令，直接把他从前沿阵地调离后方。为什么要在最缺人的时候抽走一个老兵？因为后方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他。此时的大后方，很多新兵都对前线有莫名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是为了保家卫国投入军队的普通人。如何尽可能降低他们的伤亡率，成为乌克兰的首要目的。而同样是普通人却独守战壕340多天的谢尔盖，成为了最好的教官。
说到这里，火力军必须狠狠赞扬一下乌克兰，他们没有沉迷于老旧的苏联思维，疯狂宣传造神。他们从现实考虑，深知战争不是电影，谢尔盖也不是美国队长，一个人的英勇改变不了整个战局。但是如果把这套实战经验教导更多的人，那么以后就会产生无数的谢尔盖。被扔进新训中心的谢尔盖也没有宣讲英雄主义，他直接在黑板上画散兵坑的剖面图，告诉新兵去哪儿找废钢筋撑起防空洞。他拿着塞满泥枪的步枪，教他们怎么用衣服下摆，在3分钟内让机枪重新滑动。就在他把这套带血的经验编成零线生存教范后不久，谢尔盖接到通知，前往基辅的受勋大厅，站在他面前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授予他乌克兰英雄的称号，并亲自给他佩戴上象征乌克兰军人最高荣誉的金星勋章。这种国家最高级别的荣誉，在今天他戴在了一个在之前只会修车、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大头兵胸前。与其说是在表彰他在战场的英勇，不如说是在向全乌克兰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你是谁，上了前线，你就是国家的英雄。乌克兰对待士兵是让有经验的教官教导，是给英雄颁发勋章。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这边的神操作，普丁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为什么俄罗斯步兵会像没有理智的机器一样，明知道前面战场的惨烈，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往交叉火力往里撞？是不怕死，还是俄罗斯人信念伟大？2026年初，恰索菲尔前线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战俘，这名俄军士兵在泥地里爬了整整3天。他不仅要躲避乌军的侦察，更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自己人的视线，最终才艰难地越过火线投降。为什么宁愿在冰冷的泥水里爬3天，也不愿退回几百米外的己方阵地？在随后的审讯中，这名战俘讲出了一个荒诞的事情：他在前一天的冲锋中腿部中弹，拼死退回了出发掩体。但他的指挥官并没有呼叫医疗兵，也没有安排后送，而是直接拿出一瓶廉价的防腐消毒剂，就是俗称的绿药水，随便在他的伤口上涂了2下。紧接着，指挥官拔出枪，顶着他，命令他立刻转身，继续向乌军的机枪阵地冲锋。没有装甲车掩护，没有重火力压制，更没有后勤救治，退回去吃指挥官的子弹，冲上去吃对手的子弹。在生存几率双向归零的绝境下，他只能选择冒着风险向对面的敌人投降。如果说个人的口述还可能带有主观色彩，那么2026年2月的一段航拍录像则彻底将这套机制的运作方式公开在了全世界面前。画面里，2名俄军步兵显然已经达到了心理承受的极限，他们扔掉手里的武器，高举双手，在乌克兰监察无人机的监视下，慢慢走向乌军阵地，准备投降。但突然，巡飞弹从画面外高速俯冲下来，直接撞向了其中一名举着手的士兵，当场引爆。虽然操控无人机的到底属于哪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们根据常识推测，也应该明白，已经放弃武器投降的人，乌克兰没有理由进行攻击。看到这里，很多非军事领域的观众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要去攻击自己人？事实上，这就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准则——强人政治。这种从最高权力到向下辐射的途径，不是某个指挥官自己的决定，而是整个体系的衰败。对比乌克兰尽可能让士兵活下去的做法，俄罗斯落后太多了。当俄军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重型火炮被大规模歼灭，当重装甲的突击效率急剧下降，而前线又必须维持高强度的进攻压力时，指挥部手里能用的筹码就只剩下步兵，他们被驱赶上前线，去消耗防守方的弹药，去暴露对方隐蔽的火力点。但人终究是有求生本能的，当伤亡率超过一定阈值，部队必然会哗变或溃退。为了让这群拥有求生欲的士兵往前冲锋，指挥系统就必须建立一套极端的止损机制，剥夺后退和投降的选项。用后方的机枪和天空中的自杀式无人机切断退路，只要投降的死亡率达到100%，步兵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这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双方几十万的兵力投入，但是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像电影里那样大规模冲锋，而是10几人甚至几人组成的小股对战呢？在二战甚至是10年前的战争中，集中兵力是为了形成局部火力优势，撕开对手的防线。但在今天的透明战场上，集中兵力这4个字就等同于按下了失败按钮。当头顶有无数架侦察无人机全天候凝视，当热成像仪已经普及到了班排1级，派1-2个士兵在夜里爬进战壕，在荧幕上只是几个微弱的光点。但如果你集结20个人甚至50个人一起行动，在热显像仪的荧幕上，这就等于在黑夜里点了一堆巨大的篝火。这种高价值的兵力集群会瞬间招来无人机蜂群和集束炮弹的饱和式打击，人员越密集，杀伤效率就越高。集中兵力带来的往往不是突破，而是被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歼灭。庞大的100万大军被迫散成了一地碎片，
整条几百公里的防线不再是连成一片的钢铁长城，而是碎裂成了成千上万个孤零零趴在泥坑里的单兵系统。战争的宏大叙事消失了，它退化成了最原始的几个人与几架机器之间的荒野求生。但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一个更大的矛盾出现了。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乌克兰单兵传奇谢尔盖吗？要知道，谢尔盖所在的地方可不是什么低烈度地区，而是在整场战争中冲突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既然集中兵力等于送死，既然分散兵力就只能在泥坑里被动挨打，防守方躲在掩体里，进攻方被无人机按在废墟里，大家都在做低效的消耗。那为什么俄乌双方还要把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装备不断地填进恰索菲亚尔这个只有10几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从航拍画面上看，这座城市早就被重炮炸成了平地，没有完整的建筑，没有工业，为了一堆毫无遮掩的瓦砾去拼命。在非军事人员看来，这完全是一笔算不过来账的亏本买卖。打这种地方到底有什么回报呢？表面上看，这座城市早就被重炮炸成一堆瓦砾，没有完整的建筑，没有工业，更没有平民。为了一个废弃的土坑去拼命，在非军事人员看来，这完全是一笔算不过来账的亏本买卖。打这种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只要你打开顿涅茨克等高线地形图，你就能明白俄军指挥官为什么对这里急红了眼。恰索菲亚尔不是普通的平地，它是一座建在山丘上的高地，在它的东边还有一条很宽的运河，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护城河。在平原为主的东欧战场，地理规律非常简单，谁占领了高地，谁的火炮就能看得更远，打得更准。俄军之前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拿下了巴赫穆特，但只要恰索菲亚尔还在乌军手里，俄军的装甲车就没法继续往前开。一旦这个高地失守，俄罗斯的重炮就能直接架在山头上，炮口向下可以直接覆盖乌克兰在东部的核心城市群，包括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丢掉这座高地，乌克兰东部的整条后勤大动脉就会被切断，后面的防线将面临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锁崩塌。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谢尔盖，看他这346天的死守，他一个人趴在战壕里，其实并不是在漫无目的的求生，他用自己亲手打下的承重墙，用一把擦得干干净净的步枪，死死卡住了俄罗斯装甲洪流的最后一道物理闸门。一个修车工在泥坑里的生存时长，直接和一条国家防线绑定在了一起。当1年的孤城死战终于画上句号，这段发生在2026年的前线切片，究竟给现代军事留下了怎样的教训？在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今天，人在战争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这个充满无人机、热线相移和滑翔炸弹的透明战场上，武器的杀伤效率确实翻了几十倍，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未来的战争仅仅是高科技感测器和演算法的对决。但谢尔盖这346天的死守，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另一种可能。高科技并没有完全取代人类，它只是把人类的生存空间压缩到了极点。在恰索菲亚尔的废墟里，我们看到了2种截然不同的运作机制：一边是指挥官不给补给，用自杀式无人机在背后督战，靠剥夺退路来维持冲锋的高压系统。在这套系统里，步兵被降级成了消耗对方子弹的零件。另一边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把修房子的力学常识、修汽车的机械手感，全部转化成了对抗炸弹和泥浆的底层生存技能。他向房屋界证明了，在绝对的技术压制下，个体的适应能力依然有它的发挥空间。现代科技确实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天空变得透明，大部队失去了机动的机会，但科技并没有代替人去承受消耗，它只是把对峙的节点更精准的切碎，然后定在了一个个泥泞的防空洞里。决定一条防线会不会崩溃的，不仅是天上飞着的机器，更是那个在炮火下拆洗枪管、掩埋尸体，并且在面对9个人跳下战壕时，靠着理智和学习活下来的普通人。当谢尔盖脱下军装站在颁奖台上时，他补全了现代战争的最后一块拼图。在最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所展现出的韧性，依然是战场上最不可忽视的底座。好了，关于乌克兰单兵传奇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你们认为乌克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普通人战场逆袭的故事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